这样。我开始做的时候是1989年，1989，啊，今年是2024嘛，30几年。盐酥鸡摊是我的爸爸嘛，我从小其实就是一直有在帮忙我们家盐酥鸡摊。我那个老大差不多4岁的时候，住在台北那里，4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做，他现在已经30几岁了，最大那个。以前是在对面公园旁边那个转角那边，后来那个整顿。有10来摊的摊子，以前在公园那边，我们对面公园，后来全部都不行做，后来我就搬到我现在做那个地方。我跟那个之前一个老板娘商量说，我没有地方卖，你这个地方可不可以一个地方让我做生意？老板娘说 OK， 然后就921之前921大地震之前就搬过去。爸爸他的那个妹妹，他们亲家在做，那是在五股，对。然后我爸爸去跟他们学，后来是我爸爸常常讲叫板塞啊，就是他，我叫他姑丈接下去这样子做，对。然后我爸爸是跟他去学的，就是等于可能是姑丈的爸爸，他们是那个中盘商。就是那种香料相关的中盘商，然后他们自己研发了味道，然后研发了味道了之后，所以他们有做这个盐酥鸡的生意。然后我爸爸刚好因为没有想到适合的工作，才跟他们学习。他们有研究出那个味道，就是盐酥鸡的那个调味。那个腌制其实是从他们那边来的，他们直接把这个配方交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因为他有交代说这个东西不能外传，就是家族里面顶多只有自己的亲人可以学，我爸爸妈妈都会嘛，然后再来就是我或我弟弟其实也会这个腌料，然后我爸爸有把这个香料的配方再给我的舅舅。因为他在龙潭那边做，最近2、3天有开始开了，他重新营业，因为他前面有在处理一些事情，就是那些香料或者是那个都是我们自己到处去，不是像什么中央厨房，然后从跟我亲家没有，就像龙潭那一摊，他也知道怎么调，他也是自己进，然后自己调出来那个味道。OK， 对，这个是我们家族式的。跟工作，我一天要做13个小时。对啊，时间很长的。对，在这边整理、出去做到收摊凌晨的2点多，差不多要接近2点半。我等于晚上，等于早上6点才躺下去睡觉，凌晨6点。睡到12点半起床。洗脸刷牙吃饭就准备这个东西，30几年都是同样的工作，同样的动作其实早期来讲，是我妈妈她会个人出摊，她是我妈妈跟爸爸一起做。那妈妈其实是内勤，以前，对，然后她是边做保险又做内勤，所以就是她会利用空档的时间。先去上班开会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听到他在边剖鸡屁股啦、剁肉。我们早期肉是自己剁，然后这样子腌这样子，然后整理的部分，然后加上出摊工，就是你们看到我现在在做的那个工作，拉好摊子，然后摆东西，然后把东西基本的炸好，然后等我爸爸把货再载过来，然后这样子一起做。所以早期是这样，然后我妈妈等到那个请来的人接手，然后她就回去休息。从6岁左右其实就已经开始，对，那时候都是家务的帮忙，尤其是以前可能
年纪轻的时候还不爱念书啊，然后功课很多，作业很多，反而就会想说，那我帮忙家里啊，那边削地瓜啦，对，有时候那时候我还有印象，就是我很小的时候，就是不想写作业，然后在晚上再削地瓜这样。这是老板娘的家啊，我跟他租的，我在这边整理东西，比较方便，不然之前在楼上嘛，那个东西要拿上去拿下来，很麻烦。楼下比较方便。以前是家里面在准备东西，对，那时候没有请工作室，所以全部的东西都是在家里做。OK，对，就是整理料啊什么啊，然后帮忙把那个货抬到外面，然后电梯再到楼下，就我们从4楼这样子再下。那个摊子啊，不能放那边，那个摊子很重，那都是我儿子在偷那个摊子。你看我那个摊子做一做，把所有东西都几乎都放在里面，然后他要把那个摊子拖到另外一边，那个有一条巷子，放在那边啊。出摊的时候还要拖出来。都要拉动那个摊子，那个摊子的轮子又有问题，其实是很难拉的。如果你们到时候看我拉过来，你就知道那个真的不简单。老板很着重在那个把东西先排好，他会就是如果客人有挑东西，每一个人都在挑东西，不是东西就缺了一个东西了嘛，挑了一个就缺了一个，他就会一直叫，对，马上补。对，他是习惯说客人看到东西这样子，客人才会想到要买，所以他习惯这样。那我习惯先把客人点的东西先整理好，有空档再去排东西，这就是会有摩擦的一个地方。老板要做的工作，其实他是接到我就是我这是助手工，我把客人的东西整理好、称好之后，将东西往前放，那他就会拿到之后，他会看顺序下去炸。对，然后炸好了之后，通常是因为客人习惯告诉我这个旁边的助手，他们要什么调味。对，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，他们是跟我讲，而由我去来跟老板讲。可是老板有时候就很忙，在那边，我这个也要听，这个也要听，所以他有时候会忽然搞错。我的职责就是要告诉他，这个调味是什么，然后你要撒好。其实通常是他撒，但是如果他太忙，他或者是刚好如果他这一批炸完，然后结果下一个人可能缺肉或鱿鱼，这个时候他就会叫我撒，然后他去开始要用肉，就是交叉去做一些事情。薯条是1份2份，薯条是1份2份。要辣要蒜头，小辣吗？不要了。我爸爸他之前跟前一个员工就已经配合13年左右。那其实我刚到这个摊子做的时候，其实我很不习惯，就是也没有什么记录，没有什么辅助品，就像你们讲的，没有菜单，什么东西都要自己记。那我曾经也有试过，我用什么东西来记录，或者是用什么东西写下来，比如说我做了那种可以重复写的菜单，让客人拿，这种我都有做过。可是实际上使用的时候，会发现对我们的摊子是不方便的，因为很快速，就是要对，有时候又要写，然后又要花时间查，对，这个对我们来说太复杂，或者是要做一些记号上去，原本有用一些东西，可是对老板来说真的太复杂，会影响到他的作业，所以后来就舍弃掉，只能强化我的脑袋这样。有时候会喷溅嘛，有时候那个比较面粉屑，就是如果你们有看到那炸盐酥鸡。常常炸盐酥鸡其实都会有很多小粉屑，就是它会被一起炸起来。那如果这些东西没有被挑掉，像我们这样高温油炸下来，盐酥鸡炸下去，有时候它就是水汽跟这样子会冲上来，或者是甜不辣会弹起来，那都会包含带油。会啊，还有玉米有时候都蹦蹦蹦蹦蹦，然后它会烫伤。以前早期我爸爸手都是烫伤纹，但是到后来比较有带那个护手，而且他有
看皮肤科，把这些伤用好，不然他之前都会穿长袖。以前不容易耶。对，在我较年轻的时候，他都是习惯出门穿长袖，因为他觉得他那个疤痕好像会让人家看到他好像有生什么怪病。之前有喷溅到眼睛的部分，那时候其实老板还是勉强的做，就会叫我去找什么东西冲眼睛。那我第一想到就是生理食盐水之类的，但是他通常就是弄一弄了之后，就是勉强着把这个生意做完。那如果你要说真的严重到需要休息没办法工作的时候，是有，以前摊子有被撞到，那时候对，就是人家可能在闪车子，然后结果车子的车速太快，没有看好，然后就往我们摊子撞。那时候摊子就有受伤过，然后老板的手就有被油泼到，因为那个有锅钱嘛。以前的爸爸妈妈他们都偏向要赶快工作，因为家里面房子贷款什么，他们算白手起家，对，没有什么继承什么东西，房子也是透过贷款这样子硬是给他去买下来，蛮辛苦的。对，然后所以他们就会不敢放假，就是舍不得放假。对，有时候我记得以前是1、2、3、4、5、6嘛，对，那时候都有做，然后礼拜天才休息。我们家是3兄弟啦，所以其实我是有一个哥哥的。那你是哪位？比较早期的时候，可能我还没出生，我不确定我哥哥有没有帮忙那么多，但是在我的印象中，其实他是有帮忙过，但是帮忙的几率不高，因为可能他偏向比较念书，那家里面是蛮支持读书的，所以其实他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念书的过程，那我妈妈就会跟我讲，现在是哥哥人生中重要的阶段，然后你要多担待，对，那等他考到了，那他就会来帮忙，然后到后面他又考了一个高中的时候，又要考大学，那又是人生中重要的阶段，你多担待，那到时候他会再帮忙。结果他大学了之后，他就读那个学校，然后他是住校的，所以他就没有再帮忙。然后就是现在是弟弟人生中重要的阶段。那我妈妈她其实就是当初在边做盐酥鸡摊又边做保险，那她又面对了一些就是升迁的一些压力，对，然后她可能就是后来有得患乳癌。然后，所以他后来就是休息嘛，然后就是有开刀什么的，所以偏向后来就没有再继续做盐酥鸡方面的，然后以保险来做一个主业。对，那他其实控制的蛮良好的，那他现在就是都会去运动啦、爬山啦，然后登山啦，他还有导游证，他还骑机车环岛，就是把他之前可能没有做的事情都有去做过，就是有陪他的一些朋友都去，所以妈妈的部分这一块都有享受到。对，当然就是他也有一些缺憾的事情，他可能没有完成。那现在是换我爸爸，他退休下来，该去一些地方看看、走走，或者是吃东西的。小时候来吃他的咸酥鸡的时候是国小2年级，然后也看到他就是带着他的应该是大儿子背在身上，就开始在做了。对，然后其实做这么久也是应该要退休了。做到一个阶段来，一定有那个职业倦怠症。你听懂吗？职业倦怠症就一个工作做那么久，而且那个年纪也比较大，然后你想要说，体力啦，有一点力不从心了。然后台湾的天气啊，一年比一年热，你看，哦，你天气热啊，那个一做那个体力都会消耗，对，消耗比较多，然后你就好像有一点无力感，力不从心，对不对？想要退下来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啊。也是很久了，30几年了啦，我已经60几岁了，对不对？我今年67了啊，所以到一个阶段想要退下来。然后说你赚很多，你存很多钱，我没有存很多钱，可是
要趁现在可以动，可以哦，如想要去什么地方可以走。你等我，不能动的话再退下来，有什么意义？你存再多的钱也没有意义，你就那个意思嘛。你存很多 money 也没有用，身体不健康，对不对？钱呢再多也没有用，所以要趁现在，而且已经到一个阶段了啦，可以退下来了。很多客人问啊，小朋友不接啊，他当然不接，这个累啊。他其实从小时候也会跟我说，不要做这个，他就用台语讲卖做这啊，做这港口。其实小时候会讲。那当初我刚来这边来做的时候，其实他也有期待说，是不是我要接？有一天他就是想说，他已经开始跟客人讲说，他不接啊，就是因为可能他自己心里有一个底了，就是我怎么都还没有开口说我想接，那他可能就有想到说我可能没有要接，他就直接帮我回答说他没有要接，对着客人讲。那当他说出了这句话的时候，就是我下定决心不接的时候。他都这么说了，我就觉得那我也不要接了。对，他给了我一个答案，如果他没有说，我可能犹豫，但他说了，我觉得这个周就顺着推吧。哦，我很高兴那个再过一个礼拜多，就是我们做到7月27啊，礼拜6做完就全部结束营业啊。他说哦，很高兴啊，终于要脱离苦海。他说，不用再绑在那边，他去做他比较轻松的啦，不用做那么累。对，对我爸爸说的，就退休好好玩。Hello，你吃那个盐酥鸡，这家盐酥鸡有多久了？我不知道哎，反正好像很多次了吧。所以是从小吗？我不确定，可是反正有点久。那都是妈妈买的吗？妈妈买的，对，那你今天点了什么？都是你爱吃的吗？没有，是妈妈说要点什么我就点什么。真的哦？那你点的什么？OK 啊，2份地瓜、薯条跟鸡屁股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那，那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？都很喜欢。那你知道今天是他们最后一天营业吗？知道，你知道这个？妈妈说的，她昨天跟今天都有买。因为是最后2天营业了，所以特地来买。那你会觉得很可惜吗？会。那以后会想念吗？会。很想念。很好吃。谢谢。侯先生，请问一下，你替老板工作多久了？我知道你们以前共事蛮久的。哦，我做了大概10年吧。10年还是4年？10年。10年。那是多久之前离开的？4年前的时候吧。4年前。哇。所以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来跟老板说拜拜。我要怎么讲呢？10年。本来是想学一技之长啊，然后刚好就遇到疫情嘛。对，想自己创业又觉得可能不太好，所以就听女朋友的话，先去找一份稳定的。对啊。一直到现在吗？对啊。那以后会想要开盐酥鸡店吗？把老板的味道传承下去？有点难。不好做，不好做，因为你也知道有多辛苦。对啊。是这样吗？真的。那今天我看你刚刚特地拿了一袋东西。因为我看他最后一天营业，所以就来看完他而已。OK。那有没有什么想对老板讲的？
哦、要退休有什么？谢谢老板这几年的照顾。啊，那也没有怎么讲，就也辛苦了啦。那老板应该会去游山玩水吗？还是这个我不知道，应该好好的休息了，累了啦，真的累了。就是祝福他。对啊，对啊。谢谢你，谢谢。请问一下，你怎么知道这一间盐酥鸡店？从小到大都在吃，在我们家住附近，对，所以是常客的意思吗？对，小时候很常吃，对。然后近期知道他今天最后一天，所以赶快来高关起来，对。那你是在脸书看到吗？还是在哪里看到的？认识老板的老婆，然后对，相同，我们都是跑友，所以知道，对，然后他有分享这件事，对。那有觉得心情怎么样吗？以后吃不到还是有点难过，对，那你今天买了什么？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？都蛮喜欢吃的，甜不辣，对。还有什么？咸酥鸡，对，炸鱿鱼，所以从小吃到大，对，步入年纪了，谢谢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这间盐酥鸡？从小吧，就小时候。应该20年左右。我已经吃20年了。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从婴儿时期，太小我忘记了。对，意思是从家里就都有吃。对啊，因为我爸妈跟我哥哥他们都很喜欢吃。哎呀。所以我看你今天，我以为你是排第一个，但是不是？老板说你前面已经有人。对，因为我刚才来就看到都有在点。可是又想说不要太打扰他们，因为他们很忙。对啊，每天一直在工作。对啊。那你最喜欢点的是什么？他们招牌是什么？喜欢的，其实，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应该是甜不辣吧。然后那个咸酥鸡跟咸酥鸡，然后鸡皮，然后还有豆腐。还有那个鸡蛋豆腐，那真的是炸工很好的盐酥鸡店必点的东西，因为鸡蛋豆腐不好做。对啊，是这样吗？就也比较少看到，就是在炸那个鸡蛋豆腐，所以看到都觉得很新奇。对。那最后一天你有觉得怎么样吗？没有，就从小吃到大的老板们。没有，就喜欢吃的东西越来越少。那你们小时候吃的东西都越来越少。对啊。那有没有就是他们现在要退休了？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老板讲的？哈，就谢谢啊，就谢谢。照顾。哎呀，就想不到的时候都是一个选择，想不到吃什么都会选啊。他们听到一定很高兴。那就像你刚刚说的，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了，是因为就是很多来第2代都不会接，所以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。你觉得这是在三重这边常发生的事吗？三重这边哦，还是都这样？要说常也还好，但好像很多都是这样。所以且吃且珍惜。对。OK。好，谢谢。我咸酥鸡大概从小吃到大。对，从在这边从小吃到大。那所以大概是10年。超过20年。有差不多20年。那你最喜欢吃的那个食物是什么？全家都爱的吗？全家都爱咸酥鸡，就鸡肉，它的咸酥鸡。咸酥鸡最好吃。最好吃。OK。那有没有什么话是想要对即将退休的老板讲的？因为吃到大，有没有一些想法感想？我们知道他很辛苦啦，所以有跟他聊过，因为他说他有他在休息的时间，他的一些辛苦是我们看不到，我们只看到他这样，其实他在备料的时候都很辛苦。所以就是
现在退休，也恭喜他退休，可以好好享受他接下来的人生啊。 OK，对对对，听到一定很高兴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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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谢谢你只是我们很可惜了，没有再吃到像这样的美味了。所以赶快来买。哦，对，我们要回去享用了。享用，OK 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拜拜。刚刚有说今天是第一次来吃，是那就买给谁？然后你买了什么？你刚才点完而已，对不对？我买给我那个老婆他们家人吃，因为突然知道说他最后一天，所以才赶紧来买。对对对，所以你刚刚点的什么？都是招牌吗？对，都是他的招牌，比如咸酥鸡、鱿鱼啊，对，然后他的一些欧龟卡，他听说都很厉害。对，所以我算是第一次吃啊。 OK，对，那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？以后吃不到了，感觉怎么样？会啊，但是感觉也没办法，所以赶紧来吃最后一次。 OK， 就是把握机会就对了。对对对对。然后他们也工作了很久了，然后以后也要退休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象你们家人吃了很久，会想要跟老板说什么吗？我希望他可不可以赶快可以再卖啊，就是这样我们还可以继续吃得到好吃的。对对，好，谢谢。对，对，他听到一定很高兴。对，谢谢。请问今天来买啊，是什么状况来买？就我女儿嫁出去了，女儿专程今天来住在这里，要吃她的咸酥鸡，吃了快25年了，对，很喜欢吃，所以是从小吃到大。她今天最后一天特别回来住，她已经结婚了，所以小姐说是已经结婚了，然后今天回娘家，然后又特地叫我来买，对，对，她用网络订，排3号。OK，那个这样对啊，要不然这么多人不可能排那么久了。哦，那真的是忠实顾客才知道可以用网络订，这样子不用等那么久，不用等那么久啊，其实也等很久，我25分来到现在，不敢进去量啊，他说可以进去超市量，我说不行，要站在旁边等一下才可以。那今天最后一天有什么话想要跟老板说吗？因为他们要退休。对，说老板因为他太辛苦了啦，他也是，我有上礼拜有来买，他也是67、8岁了，对，跟我年纪差不多。然后他应该要退休了啦，他说累了，辛苦，真的很累。我女儿4年级吃到现在，他说好啦，给那个阿北休息了。所以女儿从10岁吃到现在。对，很喜欢。27年了，27 years， 对，太棒了，谢谢你们啦，真的对这一家很好，谢谢，很棒。那以后吃不到有什么话想要跟老板说？就希望他就是有他的小孩、家人愿意再来接的话 ，OK， 年轻人呐，再出来卖，然后那个鼓励一下，这样。对呀，以后才吃得到。对呀，谢谢，谢谢漂亮的姐姐。好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我今年28岁，然后这家店应该是从我出生就到有记忆以来就到现在，然后已经很习惯了，就像是回到就是可能从外地工作啊，回到三重必须要吃的家乡味的感觉，所以是记忆的味道，从小的味道。对，没错。那你觉得你必点的是什么？必点的。盐酥鸡当然是一定要点的，然后薯条吧，因为薯条的话是我国小爸爸妈妈会给我零用钱，然后可能没那么多，但就是觉得想要吃点什么，就会来这边点一份薯条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盐酥鸡跟薯条，是从小长大的回忆。对，没错。所以那今天来这边是因为最后一天特别来嘛？当然。其实这最近已经吃很多次了，就听说到要收摊的消息之后，就每个礼拜大概会来3、4次吧。对啊，然后今天最后一天一定要来，就是且吃且珍惜。真的，吃一次少一次。对，最后一次了。那有没有什么话会想要跟大老板跟小老板讲的？从小吃到大，然后今天真的要退休了。什么要讲？辛苦了，真的辛苦了。爱你们，真的爱你们。对啊，就是陪伴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回忆。对啊，
就好好休息，退休好好休息。那是祝福老板。要祝福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请问一下，今天为什么会来这边？就是有听到说阿贝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那我刚好就是我太太是当地人，那赶快带着她来是最后一次。对，那刚刚有看到，就是陪同你还有你老婆是岳母。对，因为他们就是从小就吃阿贝的咸酥鸡，可以这样讲没有错。那因为我老婆刚好有怀孕。那我希望我们的女儿也可以吃到阿贝的味道，她现在在肚子里面，所以希望说这最后一次的机会是很好，就可以让她一起吃到妈妈的味道。现在是几个月？现在7个月。7个月，对，再2个月。再2个月，对啊。恭喜你们！谢谢，就希望说女儿也可以吃到妈妈从小吃到大的味道，这样。对啊。谢谢你。不会。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今天会过来这边？因为我们刚好去那个红会广场，然后就经过回来这样子，来这边买这样。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营业的事情是怎么知道的？不知道，就是刚才知道的。来了，然后看了老板的 IG 才知道，就刚好。所以今天有点的比平常多吗？有，我们两个其实吃不到。对，我们两个其实食量很小，但我们今天点了很多大份的东西。而且因为台北找不到比这家好吃的咸酥鸡。那你会怎么形容它的口味？因为台湾盐酥鸡这么多间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回忆中的味道吧，就是超过言语的。应该就是回忆中的味道。因为小时候吃到大这样。就老板做了30几年，他就吃了30几年的概念，就真的陪你长大。对啊。那请问你们都点什么？它的招牌是什么？你们必点什么？盐酥鸡、鱿鱼。还挑一点鸡皮，但今天卖完了。卖很好。那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即将退休的老板说？感谢老板做出好吃的咸酥鸡，滋养你长大吗？有。希望他可以把这口味传承到别的地方去，让我们还可以再吃到这样。他一定很高兴听到你这样讲，但是他真的要退休，然后也没有理解，也没有要给别人。老板其实很辛苦了，风雨无阻的，就几乎来都买得到。那对这个口味以后没有了，有没有什么想法呢？少吃咸酥鸡，就刚好健康一点这样子吗？再也不吃咸酥鸡了，是不是？老板关了就不吃了吗？老板关了就不吃了。好，他们一定很高兴。谢谢。那请问一下，今天为什么会来这边？因为就是咸酥鸡是这一家最后一天，所以我们赶快来排队。那你们怎么知道是最后一天啊？前几个礼拜买的时候，老板有在讲，就太累不想做。对，那太辛苦了。感觉怎么样？又吃不到还是？当然吃不到，因为这是比较偏，就是没那么古早味的那种。吃起来比较不会有罪恶感。好像对，没有那么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。然后别的地方好像没有这个味道。对。所以就是别的地方吃不到，没有办法取代的味道。对啊，没错。那你们都会点什么？有什么招牌必点？你们的回忆里面？盐酥鸡跟甜不辣。对，然后鸡屁股。对，鸡屁股，因为我本来是不吃鸡屁股。蛮多人说鸡屁股必点。对啊，对，直接点2串。那个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要退休的老板，祝福还是感谢？就谢谢老板给我那么好吃的食物，然后当然做这个也是非常辛苦的，祝他就是退休后可以好好休息，身体健康这样。对啊，好，那今天有特别买多一点吗？还是？今天还是节制，因为我看大家都买超多，都被买光了，然后结果我们的那个很少。本来想说买的配奥运看的。对，今天奥运。谢谢你们。谢谢。狗狗有没有什么好也要讲？狗狗有什么呀？狗狗要什么？要色彩狗吗？狗，哇狗。你喜欢吗？你喜欢吃盐酥鸡吗？我不能吃，我不能吃。OK， 谢谢。对。那因为什么你今天会过来这边？因为我老婆在附近上班，然后我就是等我老婆下班这样子。对，我看见人很多排队，
好长哦，然后一单一很好吃，出来试试看这样子。所以那你等很久了吗？我等超久的，刚刚排队排好长哦。对啊。所以你刚刚点了什么？我刚刚点了那个咸酥鸡，然后鱿鱼、豆干、豆包、柳叶鱼跟杏鲍菇。对。那听起来蛮多的。对，很多。而且我刚刚听到老板好像说有些东西已经卖完了。对，但我不会开到卖完的啊。我前面老婆婆说她要买，然后结果都买不到。对。对，就是这样的传承，然后在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有什么想法？还是要跟老板讲的吗？其实觉得蛮可惜的，对，就是老板做的，因为我刚刚听说做30几年啊，觉得蛮可惜的这样子。对，我刚好吃了一块，就蛮好吃的。OK， 对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罗先生。谢谢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们吃这间盐酥鸡多久？我从小学2年级。小学2年级。小学2年级开始吃。吃到现在大概有？现在43岁了。小学2年级是7、8岁到现在，差不多8、9岁。那所以林小弟弟也是从小吃。对。那你们有什么东西是必点的吗？你们最喜欢吃什么？它的咸酥鸡、甜不辣、鸡皮，然后鱿鱼、猪血糕。有。我看到弟弟点头了，对，猪血糕。那有没有什么话是想要跟老板讲？因为他真的要退休了，然后也没有人，他也不接，然后也不卖给别人。记得小时候来吃他的咸酥鸡的时候是国小2年级，然后也看到他就是带着他的应该是大儿子背在身上，就开始在做了。对，然后其实做这么久也是应该要退休了。只是很可惜的是说这个味道可能再也会吃不到这样而已。对，那辛苦也很久了，其实也应该要退休是没错。所以即使吃不到，也是很恭喜老板。对啊，因为做久了也是该休息啊。因为每天这样做，下雨啊、好天气什么这样，其实都很辛苦，也很热。对啊。那还有什么想要对？因为这是二老板。所以等于是你也是看二老板长大。对，在身上，他妈妈也背他身上的时候。那还有什么？弟弟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？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滋养我吗？谢谢你们。谢谢。谢谢。